血碎了7把后，再赢2把就要到神话了。虽然我对自己实力很自信，但越是要晋级就越是要冷静。这种局的强度都是很高的，里面不乏一些能人异士，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果然，一进去，对面杰峰就给了我个下马威，他就像一条脱缰的野狗，前脚才刚飞进了点里，后脚又以帅气的姿势冲进了我们家里。我看人一向很准，这家伙一看就有点不是人，他对于杀戮的渴望都快要溢出我的屏幕了。而相比对面决斗的不可一世，我方决斗就显得有点不巴适了。他俩2打1被猎枭轮流俘虏后，没有一刻的犹豫，一口局又双双起出了小枪。我本以为他俩是要给我们露一手，没想到不会是好朋友，2个人又是被对面轮流带走。就在我感觉局势不太乐观时，只能说幸好我们家齐乐是个大哥，他先是一个人堵住了对面转点的所有人，带我们拿下了第1分。随后开局又拿了个3杀，以一己之力就粉碎了对面的经济。看到大哥这么恐怖，作为2哥，我觉得我是时候也得起点表率作用了。秉着对面有枪我不杀，对面没枪我乱杀原则，看到对面这把没钱，我决定给对面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杀戮。开局单杀机器人后，齐乐在 A 点放大，不用想，对面这种时候肯定要转，接下来就到我出场。没想到刚出场就可以进场了，不过就在我陷入深深自责时，我发现对面的操作也不简单。杰峰这血量明明碰一下就死了，结果瑞娜先是选择了最严谨的打法，不停地在跟杰峰秀着自己意义不明的身法。随后猎枭更是重量级，一波泼射尽显自己的枪男本色。这俩龙凤胎给我看的有点傻了，也不知道是杰峰走位太好，还是这2人枪法本来就马，杰峰的步伐都要跳起芭蕾了，瑞娜竟然还能一枪不中放跑杰峰。可能是瑞娜的枪法把自己都看便秘了，拉出来他在蹲坑，再拉出来他还是在蹲坑。看到对面这么精彩的残局，我压抑的心情瞬间就变得愉悦了起来。在上帝视角一看，原来对面的实力也不过如此。瑞娜上把给我1颗秒了，果然是纯狗运，这把我要让他为自己的狗运付出的，好像比原来还要抑郁了。明明看队友的视角，对面也挺呆滞的，怎么到我这就有点陌生了？这2波瑞娜成功给我打得有点不自信了，而当我质疑自己实力时，我往往都会情不自禁地开始泼水。虽然作为资深泼水狗，我泼水的效果确实挺好，但每次以这种方式战胜对手，我都高兴不起来。泼水终究是条不归路，这东西是具有成瘾性的，一旦你习惯了这种打人方式，你在停止泼水后就会产生戒断反应。比如我现在就已经出现了定位异常的症状，我甚至把喷子塞别人嘴里都打不中了。而相比我拟人的枪法，霓虹则跟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定位冷静的可怕，甚至连800米开外的移动靶都能一枪一个。看到他恐怖的操作，我的内心五味杂陈，在为局势逆转而高兴的同时，笑着笑着眼泪就从嘴角流了下来。前面还被我质疑的2个决斗，如今都在残局里就队伍于水火之中。而至于为什么在水火之中，就需要问我了。上一秒还在说队友是宝宝巴士，下一秒才发现原来我就是巴士上的宝宝。看着蒸蒸日下的战绩，我本想开大碗救下颓势，可惜在放出大招的一瞬间我就后悔了。这个大招放的疑似有点艺术了，本来只要看前面的，这下360度都要看了。说实话，此刻的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架谁。我这个大招放的就像放屁一样，自己越捂越臭，但又害怕被别人进来享受，只能说幸好大家都没有为难我。这件艺术品终究是留给了我一人欣赏。换边后其实都不是很想捡包了，但看到我的战绩，我觉得我也只能捡包了。可能是刚刚在屁里熏陶了太久，我的操作经过发酵已经自带一股臭味了。丢出丑陋的烟雾后，我开始丑陋的下包，随后用出丑陋的走位，开始丑陋的沉睡。操作出问题后，渐渐的臭气也侵蚀了我的大脑。我下了个箱子后的包，迫不及待地跑到后面丢出了道具，甚至还给自己标了点，结果一出去才发现这包原来我根本看不到。在不知不觉间，我在这局游戏里又成为皮蛋了，每把都在重复着下包和白给。我跟皮蛋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
我有的时候会自己躲技能。我已经不知道有多久没杀过人了，我觉得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此刻的我真的太想进步了，人头不只能提升战绩，更能提升我的手感。看到齐乐再次杀疯，躲在阴暗角落的我决定干出个有失道德的事。我也是。哎呀，我也是啊，兄弟。啊，哎呀，我的啊，我刚没看到，不好意思。虽然表面在道歉，但拿到这头的我已经笑嘻了。这人头一拿，我感觉一股久违的力量又席卷了我的全身。我明白，我的手感又回来了，喷发的力量已经完全压抑不住了。齐乐上把被别人抢走的五杀，这把就交给我来完成吧。难道我真的是废物吗？我觉得我不是，毕竟仔细观察会发现，我下面其实还有个杰锋。杰锋跟我是常年垫底的好兄弟，看到对面还在编杰锋的尸体，我怒火一下就上来了。他这样编，我兄弟被打急眼了，等会儿也把我超了怎么办？已经在低谷了，我不允许我再到更低的低谷。捡上猎枭的 AK， 刚刚他抢走了我的五杀，接下来我会让他和他的队友付出代价的。当最后一个队友死去的瞬间，我明白我表演的时候到了。一个烟味往往只有在队友死完的时候才能脱离辅助的束缚，发挥出自己真正的个人实力。开了！队友的建议在我的耳旁响起，他们的建议是对的，但我并不是不相信他们，而是此刻的我必须来到 B 点，因为在这里我要完成一场艺术的救赎。这次我的大招将不会再有任何失误，因为经过长期的熏陶，我已经跟臭气融为一体了。看到这凭空出现的鸡头，我想问他妈在哪，可惜他不理我。不过他理不理其实也无所谓了，因为到最后都难逃一死。曾经的我屈服于臭气，现在的我驾驭臭气。听到对面蝰蛇也开始放出气体，我笑了，因为以他的臭之力根本逼退不了我，他的屁味跟我的比还是太香了。不过正如我开头所说，这种局的对手强度都是很高的，即便我们此时打得势如破竹，但对面还是凭借惊人的韧性将我们推到了悬崖边缘。11比12，身后已经没有退路了。望着手里再次充能好的大招，我明白又到了跟臭树融为一体的时候了。为了避免打着打着变异成皮蛋，我决定把包交给霓虹。事实证明，这个抉择非常正确。霓虹前脚刚下完包，后脚就变异成泥蛋了。看着队友一个一个的死去，我明白我已经站在了整局比赛的十字路口，无数子弹从我身边擦过。此刻我的意志却从未如此坚定，因为我知道在臭气中的我是无敌的。赛点局的翻盘让对面士气彻底崩溃了，最后我们加时连拿2分，成功拿下了这把胜利，而我也顺利晋级到半步神话。什么？你问我现在到什么段位了？半步钻石。家里这木蝶可能是被金碧辉煌的生活养大的，一口局一上来他就要让我给他发把1600的枪。给这必养的木蝶买完枪后，本来还在担心枪在他身上会不会发挥不出作用的，但很快我就发现是我多虑了，因为开局只是一个照面，好，他管你，枪就不在他身上。不过可能是太关注木蝶了，导致没看其他队友位置。跟瑞娜抢下市场的瞬间，我就顺手关上了市场的大门，当场就让在中路浴血奋战的杰锋瞬间体验到了什么叫绝望。谁把门关了？谁把门关了？其实打到这里，我本来也就感觉这把游戏也只是稍微有点幽默罢了，但接下来家里奶妈的冰墙就又把这局游戏的幽默拉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是，怎么玩这？谁把门关了？很多时候笑着笑着就有点笑不出来了。能打出这些操作，确实是挺活跃气氛的，但能打出这些操作，也代表这把游戏确实是差不多走远了。打了5个回合，输了5个回合，只能说连输5回合不是我们的极限，是当前回合数的极限。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局游戏其实很快就要这样投降了。但很多时候，剧情的发展总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当看到双方的实力都不在一个次元，竟然还有人选择不投降时，我已经没想到了。而更没想到的是，正当我们都觉得这把游戏将又是一场痛苦的坐牢局时，红了，这个红屏又把这局游戏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来到新的一局游戏，经历了上把酣畅淋漓的市场战役，下午4点才刚起床的张国荣，已经在晚上10点假借困意来袭逃离队伍了。你已经退步的不行了，这把杀不到20个以后别联系了。听到不止张国荣嫌我菜，连木蝶也开始嫌我菜了，我内心有一团火突然就燃烧起来了。又是熟悉的日落之城，同一张图，不同的英雄，重铸自己的荣光，我义不容辞。这把我决定了，我要让木蝶现场被我的实力征服，我要让张国荣隔天上线看到我的战绩时，也能隔着屏幕感受到我以1敌5般的恐怖实力。不是，怎么真给我留了5个人？坏了，熟悉的场景好像又回来了。看着木蝶的大脸，我已经能从他的脸上再次感觉到他对我的失望了。是金子在哪都能发光，是罪犯在哪都能犯罪。发现对面没钱，我本想趁着这把有枪械优势多拿点头的，但没想到我开局给了颗闪，直接就给对面送了把2900块的狂徒，让他们在短枪局用一把长枪，直接就给我们5把长枪翻盘了。打完这把后，听到木蝶在疑惑为什么对面既有全甲还有狂徒。哎，对面2800的经济，为什么雷娜有全甲 AK 啊？我真的汗流浃背了。他捡他队友的吧？哦，我跟木蝶说瑞娜的狂徒是捡他队友的，但我没跟木蝶说的是他队友的狂徒就是捡的我的。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已经在上把的日落之城失去1名队友了，打完这把真的不能3排变单排了。深吸一口气，本来想用左轮的，但想了想还是起出了短管，毕竟800块的左轮打头才能一枪死，而200块的短管喷胸口就能一枪死，谁有性价比早就已经不言而喻了。看着手中的短管和充能好的大招，我已经准备好用2条命干出一番大事业了。听到对面打管道，并且还开了鲨鱼，我直接开大走了出去，用分身接住了大招，随后在对面想过来找我本体的瞬间，直接拉出来先秒截风，再秒盖个，轻松的就带队伍拿下了胜利。不过这波虽然打得很完美，但美中不足的是以上这些画面都是我幻想出来的，现实中可能是因为我确实是太紧张了，所以导致发挥的跟想象中的存在了些小差异。完了，不要！没事，对面能打翻我的人，但打翻不了我的音响。我的操作虽然偶尔是有些下饭，但打开战绩一看，你会发现对面的决斗者其实也跟我旗鼓相当，特别是对面的杰峰，我能感受到他的幽默之力是跟我处在同个水平的。新回合，他一波神秘的颈部摸过来后，先是看了我一会，随后又从容地搜起了另外个点，直接就一套丝滑小操作给我表演了波什么叫做真正的表面搜点。品尝到杀戮的滋味后，我能感受到我的手感已经回来了。新回合知道对面这把又没钱了，我果断趁着有枪械优势的情况下再来前点多拿几个头。剧情很熟悉，这把我又给对面瑞娜送了把狂徒，而瑞娜捡上我的狂徒后也不负众望，再次把我们杀疯了。有一说一，连续搞出2次这种操作还是有点愧疚的。幸好我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戴罪立功。再次来到管道，这次打管道真的有经验了。听到对面盖克又开鲨鱼了，我直接果断撤退，顺便在细节给火封路。有没有人可以救我？有没有人可以救我？西拜。在同一个管道开局被拿了3次首杀，说实话，感觉自己确实是有点不是人了。我仔细解剖了一下我自己，我觉得我其他方面还是没什么问题的，主要的瑕疵点在于不够谨慎，老是会因为对面的突然袭击而命丧黄泉。人总是会进步的。猎枭上把被香后偷死后，他这把直接就细节给电击键排香后，而我上把被市场的幽影混出来打死后，这把我出烟也细节朝市场门口给了颗闪。哎，你的闪！刚才那一段绝对能上集锦，
坏了，节奏好像突然又有点不对起来了。我刚刚那颗攻击木蝶的闪光好像还被其他队友看到了。开局我走到贤者旁边，贤者看到我后直接就满脸害怕的跑掉了。可能是这把干的坏事确实是太多了，不仅队友开始远离我了，连运气也开始不眷顾我了。先是我在管道跟在贤者屁股后面打补枪，贤者没死，我死了。然后是来到 A 道，看到我们家杰峰进点了，这次我又换成了跟在杰峰屁股后面打补枪，结果杰峰被幽影黑到后刚好往后撤，我出来，杰峰没死，我又死了。打了4把，白给了4把，已经被揍到开始痛苦了。我发现我好像不管怎么打都打不到人，开出大招后，看到盖克被猎枭轰了出来，我以为我来活了，结果他直接就不活了。从第1名掉到了倒数第1，此刻的我真的太想做事了，但长期的不杀人已经让我渐渐有点呆滞了。在包点里手忙脚乱打了2颗闪后，听到杰峰说了声爱，我刚开始还不知道什么意思，直到我看了眼伤害面板，原来是我的闪又把队友全白了。痛苦，看着地板上于杀戮之中绽放的花朵，我已经陷入了痛苦的怪圈。输了，想到是因为我没发挥所以会输，我很痛苦。赢了，想到我一个人头都没混到，我还是很痛苦。像一具行尸走肉般游荡在包点周围，看到木蝶踉踉跄跄的从前点战场上回来，我的脑海里突然又浮现出了木蝶那张对我满脸失望的大脸。明明我自己开局都那么自信，甚至还立下豪言壮语说要用实力征服他的，难道最后我终究还是做不到吗？我终究还是要让队友一直这样失望下去吗？站在马路边上，此刻我已经陷入了沉思。你真的要变成废物了，离20个头还有9个，你看着办吧。我不是废物，我要证明给自己，更是要证明给木蝶看，我不是废物。下半场失去的人头我都会加倍打回来的。上半场我能从垫底一路打到第1，现在我就能从垫底再次打到队伍第1。上把的日落之城张国荣嫌我菜也就算了，木蝶这把竟然还贬低我，接下来我就要用实际行动告诉他，我是废物。妈的，我还真是废物，我真的就是纯纯的铁废物。破碎了，道心彻底破碎了，我的每一个操作都沾满了丑陋。打了这么久的瓦，这把玩的真的是破防了。明明感觉自己的操作也还行的，每个操作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打出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每个操作中总是会散发着一股清澈的愚蠢。赛点局，我终于拿到了我下半场的第1个人头，可是拿到了又有什么用呢？经过了这么多次白给，我的操作早就已经彻底神者不清。我火男开大下包，出口甚至还在对面家门口，真的崩不出来。大招结束，前往门口封颗火，这颗火已经是我现在的操作中能打出的最后一点正常操作了。3、2、1，不是，你又把人闪了，我。攻方获胜。啊！你根本不是名分，你是谁？下一把啥时候给你看？我也要睡觉。极品少宇，火锅味不是火鸡味锅巴毛。说实话，就这2个人的名字一出来，我就已经感受到这把游戏的不简单了。而事实证明，也确实是不简单。明明开的是超凡局，但疑似是开到了超人局，只是短短的打了2个回合，我操，这是挂，雷娜，这个雷娜是挂。张国荣就已经嗅到外挂的气息了。出来一颗认雷娜，信不信？我操，不会吧？火速对瑞娜的实力进行了一波肯定后，很快我就有发现了。相比于对面的恐怖紫毛人，我们家的这个绿毛人好像也有点恐怖。我操，这盖个他妈太神瓜！真的吗？你看啊，不用看了，这什么大？我操，这也是个挂！这不是挂，这不是挂。2个人见挂见的给自己都有点绷不住了。老实讲，国服打久了，好像都已经下意识的会开始看谁都想挂了。不过虽然我不确定这把的游戏里到底有没有挂，但此刻我可以确定的是，剩余30秒。这猎枭一看就不是挂。刚刚这保安明明都在2楼把脚步露完了，这猎枭竟然还能再看1楼。我只能说很难想象，都超凡局了，竟然还会有这种不会听脚步的人。这是什么舞步？
刚刚那位是在角落里思考人生，这位好像是在大马路上跳迪斯科。怎么感觉这把好像有点高手如云了？不过虽然对面的木蝶看起来也有点不太聪明，但综合品鉴一下，我觉得果然还是这个火鸡卫锅巴毛更是大聪明。这家伙玩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就好像是有什么先天呆滞圣体一样，每一个操作都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呆滞感，而且他的这种呆滞感不像装的，像是与生俱来的。在经过了数个回合的人工鉴定后，我们5位师傅都一致的认为，哎，怎么感觉他这个人真的不是很聪明啊？人如其名。跟猎枭打了半天，都给我打得有点疑惑了。我都一度怀疑，此刻他是不是只有身体在打排位，而大脑则在某个地方陷入了沉睡。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了，虽然这个猎枭的意识是黑铁的意识，但他的瞄准好像是赋能的瞄准。明明走路像呆瓜，枪法却有点像歪瓜。说实话，国服打了这么久，已经习惯了这种诡异的对手了。与其抱怨对手打得怪，倒不如仔细想想自己为什么打得菜。想了一会，很快我就明白，原来是因为我忘了插上了我的 DMA 2代。4比7，我们的分数有点低，不过没关系，自动锁头已开启，因为我已经插上了我的 USB。U 盘一插，语音一起，手感火热，所向披靡，跟着旁边盖克的冲锋杀杀，我直接把对面的维斯和杰峰送回老家。随后一个转身，激发逐风，打了枪猎枭的上半身，把他吓得向后飞奔，一枪头没打死猎枭，尽显幻象魅力时刻。幸好我的技术高超，也展示了波猛男本色，很快就将射箭的猎枭送上了天堂，当起了野生的丘比特。转眼来到3打2，看到盖克被瑞内用制式俘虏，我果断向前帮他把瑞娜逮捕。虽然我一顿操作猛如虎，发现了队友怎么一个没杀全入土，但幸好关键时刻保安还是成功打掉了最后一个，没有让我这把杀了整整4个，却还是面露难色。孤身一人把对面杀疯，火热的手感蔓延至了我的全身。看到我的击杀数已然来到了队伍顶峰，此刻的我感觉如沐春风。等下，好像听到了什么逼格声。刚刚的背景音乐还很动感，现在突然就变得有点污染了。我操，你还玩过和平精英啊？玩过啊，我是和平精英高贵的单字 ID， 网络男神。6，那你什么段位呢？我和平精英6战神。我操，这么牛逼！我不跟你开玩笑，我和平精英真6个战神。那战神哥，你能不能多杀点人？喂，你的麦克风没有声音了。喂，听到张国荣突然就开始细节听不到了，我本以为他这把应该大概率是又靠不住了，但没想到我好像低估了他无敌战神的实力。我一波急停打死了刘宪华超绝近点，又输出了极品少羽的屁股拿下3杀后，看到经典杀3胜2，我本来都已经陷入绝望了。结果没想到这张国荣直接就打掉了维斯，并且在跟火鸡卫锅巴毛的1v1中上演了一波极致瞄准。当锅巴毛还在呆傻的苗头时，他就已经4发子弹全部泼在了锅巴毛的胸毛上，完成了反杀。好枪！哇，你来真的呀！好帅呀！超绝挑 pick， 太厉害了吧！哎呀，好棒了！所以你为什么上完2个才杀5个呀？喂，很难想象，竟然会有人在玩无畏契约的时候，因为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和平精英的无敌战神，所以实力突飞猛进，完成觉醒。说实话，虽然感觉他这种觉醒的方式好像略微有点抽象，但不管如何，看到他能变强，我还是非常欣慰的。此刻相比于我们家道伊瑞奈的觉醒，对面的道义杰峰就显得还是有点没睡醒。打完这把后，我看了眼战绩，很明显他和我之间还是有一些小差距的。不过仔细想想，有差距其实也正常，毕竟我的杰峰可是港服国服双服神话级的杰峰，对面的这一个小小的超凡杰峰打不过我还是情有可原的。一波从容跳跃，拿手枪轻松打掉了木蝶后，来到了我和维斯的1v1残局。虽然我的主武器被缴械了，但不怕，局势越差胆子就越是要大。脑海中回想起了前几期那个自信冲出来抓我的杰峰，我也是直接果断的一个自信冲刺。维斯去 B 了，好像前2把都在 B。这种痴傻的孩子，刚出家门就没了15滴血，心情突然就有点不是很好了。
本来刚刚还在嘲笑对面的杰锋玩得很抽象的，但没想到打了一会才发现，原来我自己打的甚至比对面的杰锋还要抽。算了，好像也还是没有他抽象。知道他被打了后逃跑心切，但咱就是说跑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想想往哪跑？往右跑就算了，怎么还有往上跑的？本来都已经给自己打得有点自卑了，看完杰锋的操作后，突然又变得自信了起来。其实说到底，我还是想太多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就算再怎么抽象，也毕竟是全场的击杀第一，打的时候还是得要有第一名该有的自信的。11比11，听到队友说中路把都有个木蝶，我明白又到我发挥的时候了。这把不管是赢是输，经济都会溢出，所以我果断起出大狙，来一手顶级中出。局势越是僵持，就越是要打个出其不意。整个下半场我都没有起过狙，而我这把突然起出大狙来到中路，对面肯定想象不到。我都说了想象不到了，不会真有人以为我会被反杀吧？只能说总是会有很多人都认为我帅不过3秒，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思想。C了将近一整把后，即便是快要结束了，我恐怖的发挥也还在继续。4打4，当下打击带走木蝶后，我直接丝滑的封烟退回后点，1秒切换成大狙，先拉出来狙掉杰锋，随后再丝滑的跳到平台。救我！这种呆傻的孩子长得都一12比13，情况突然就有点不妙起来了。只能说幸好，在关键时刻我的杰锋又出手了。我的意思是，我的好朋友对面杰锋又出手了。很难想象，一个队伍里竟然能同时拥有卧龙和凤雏2位神将。我这波进点，当在天上看到杰锋时，我都以为我死定了。结果没想到他直接就一个帅气的右拉，把头塞进了幽影的烟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人工单向烟。我操，有傻逼！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顶级的操作，感觉他但凡打的有点失误，也不至于全是失误。看完了杰锋的表演后，其实我的嘴角都已经开始微微上扬了。但当看到我这把都杀了3个了，我们竟然还能做到差点被翻时，我的嘴角突然就又开始微微下扬了。我寻思对面打的确实是挺拟人的，但是我们家的人打的好像也有点不是人。我发现如果我们想赢，那我好像每把都得至少杀2个才能赢。一旦我没有杀到至少2个，那这把大概率就要危险了。14比13，开局我和张国荣各杀了1个后，我本以为这局游戏都已经稳赢了，结果没想到我被木蝶打死后，4打3，我们家里硬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得过木蝶，4个人直接就被木蝶当场逮捕，瞬间团灭了。枪上的挂件是一副笑脸，人的脸上已经是一副司马脸了。对面的实力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不知不觉间，张国荣竟然都已经是我们队伍排名第2的水平了。以张国荣的实力，竟然都能打到队伍第2，毫无疑问，这把的其他队友打得有多恐怖，已经不言而喻了。虽然我已经想点平局了，但为了不让这40几分钟的游戏白打，我并没有平。而事实证明，点了平局只是游戏白打，不点平局，那就是我们白被对面单方面暴打。单核体系终究还是不如多核体系的。最后这把游戏，在我一波进点被家里的幽影完美推黑后，就这样痛苦的结束了。输了，结束了。哎，首方获胜。